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S14赛季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，相信绝大多数的玩家都关注了最近一段时间的对抗。MSI 的比赛一直是很多玩家关注的焦点。LPL 赛区和 LCK 赛区对于这两大世界赛事的统治力还是非常大的。T1 战队落地之后，就引来了一众粉丝的关注，而他们战队官方也是为了避免更多问题的发生，拒绝了一切粉丝的礼物。毕竟在 LPL 赛区还是有着很多极端的玩家的。就在最近 ，T1 战队的一顿晚餐引来了大量玩家的热议，12个人一顿饭花了5676，可乐竟然15一瓶，价格确实是不便宜。相信绝大多数的玩家对于 T1 战队还是比较熟悉的，作为 LCK 赛区的顶级强队，这几年里他们的整体人气和热度是非常高的，在 S13赛季的时候，甚至还拿到了世界总决赛的冠军。这样的成绩也让很多的粉丝找回了当年的感觉。春季赛 T1 战队的状态保持的依旧很稳定，但是面对 GEN 战队还是没有打出效果，甚至在常规赛和季后赛的对抗中被 GEN 战队碾压，无情拿到了又一个亚军之后，大家也都感觉现在的 GEN 战队对于 T1 战队有着天然的优势。落地成都之后， T1 战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，包括粉丝见面会以及战队选手的安全问题，拒绝了一切粉丝的礼物。毕竟在 LPL 赛区还是有着很多的极端玩家的，到了 LPL 肯定要感受一下我们的美食，而他们一张吃饭的单子引来了很多玩家的热议。T1 全队12人聚餐的费用竟然高达5676，说实话，单从价格来看的话，确实是不便宜，但是对于顶级战队来说，这样的消费也是比较普通的，这些应该还都是点的普通菜，并没有那些高级的菜品，毕竟有的地方一道菜就上千，甚至大几千。网友晒出的成都聚餐消费单如下，人数是12人，应该是 T1 队员加上相关的工作人员一起，一共点了72个菜，消费了5676元，算下来人均消费473元，并且还退掉了不少菜理由，大部分都是多点的。12个人72个菜，确实是点的有点多了。当然这72个菜还包括了12个单人份的红烧肉，12个单人份的鸡豆花，以及10瓶可乐和21瓶矿泉水。算下来真正的菜应该是20份左右。从菜品来看，最贵的应该就是双味鱼，一份高达498，精品红烧肉的价格也不低，12份每份58。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应该还是可乐，一共点了10瓶，每瓶15元。如果是12个人聚餐的话，可乐肯定不是大瓶的，18一瓶的矿泉水价格也不便宜。但是12个人喝10瓶可乐，21瓶矿泉水，是不是有点多了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喝得下这么多水的。这家餐厅是主打私房菜，从 T1 的消费单中也能看出来，基本上都是中餐，不是纯川菜，还有北京烤鸭、虾饺皇等其他各地的菜系，算是融合菜。人均消费是482元，所以 T1 的消费也比较正常。这家餐厅的位置在金融城，在成都 CBD 最好的地段，再加上又是私房菜，本身的消费就比较高，这个价格算是正常中高端商务宴请的价格。当然，消费单中比较离谱的是可乐15元一瓶，以及矿泉水18元一瓶，这两个价格完全就是在宰客了。还有麻婆豆腐能88元一份，也挺离谱的。当然，明码标价没啥好说的，而且韩国的物价也比较高，对比韩国的消费也算正常了，只是对比国内的消费比较贵。不过 T1 本身也有钱，这点消费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。而且也有粉丝爆料，这好像是粉丝见面会的主办方请客的，算是商务餐。对于这个价位，当地人还是有着一定的了解的。饭店不仅仅吃的是菜，同时也有装修，各种东西都要算进去。对于 T1 战队来说，这些消费真的是9牛1毛。Faker 一个人一年赚的钱，应该都够 T1 战队的吃喝了吧？对于普通人来说，12个人消费5676确实非常的贵，但是对于顶级战队来说，这个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来到了 LPL 之后，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。说实话，菜的价格是可以理解的，水的价格也可以接受，就是可乐的价格15一瓶，是不是有点太贵了？和景区一个价。对比之前 George 一顿吃2万，这次 T1 的消费也还比较正常。他们一行那么多人去的也是高端餐厅，环境好，私密性好，贵一点正常。
只不过可惜的是到了成都，点的川菜比较少。希望后面在成都的日子里，有机会可以尝尝正宗的川菜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大家对于 T1这次聚餐消费是怎么看的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